大家好，我是草利森。别被乱骗买保险了。你花钱买了保险，如果这钱你还能够拿回来的话，我告诉你，你不是废了就是傻了。各位，保险就是一个骗人的产品吗？这世界95%的人都是羊群，他们因为焦虑而买了保险。这种肥羊看到保险业务员的 IG， 天天告诉你他们的客户出事了，身体有毛病了，幸好他们有买保险，所以才有钱度过了这次的难关。这种羊群每天就看到这种案例新闻，那他就觉得自己也会这样，所以就买了一模一样的保险。那么负能量的思维吸引负能量的事，结果他们还真的生病了。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买的产品无法理赔啊，所以就觉得自己被骗了。还有一种肥羊呢，他们的亲戚朋友是卖保险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保险具体的内容，但为了人情世故就投保了，结果出了问题，又发现不能理赔，所以就说保险是骗人的。再有一种肥羊，他们就买那种价格很低的保险，便宜嘛，结果发现没有什么用，所以就说自己被骗了。你们知道这世界最笨的是什么人吗？就是那种到处跟别人讲自己被骗的人。如果你真的被骗了，你还到处的讲，这不就是告诉别人自己是傻子吗？真正聪明的人呢，其实也会被骗的。我们做生意，如果去做一些不熟悉的项目，常常就会被人家骗，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被人骗不代表你笨，只是经验不足罢了。这是在买教训和经验，这是在投资自己的脑子。你能学乖就是聪明的，学不过来还到处告诉别人，这个就是笨。听到这里，可能你也被我误导了，就认为保险真的是骗局啊。人嘛，有恻隐之心，总喜欢同情弱者。弱者说自己被骗，大多数的人就认为那些保险公司业务员是在欺负人。但如果你跟随我一段时间，你就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你是从因而不是从果去得出答案，你会发现这种肥羊买的根本就是不适合他们的保险，对他们没有用的保险。但这并不代表保险没有用啊，只是说学校老师不会教你，你也不会相信保险的业务员，因为你怕他们告诉你的资讯都只是为了赚你的钱。而我告诉你，真正的理财只需要去思考怎么赚钱，而不是说去省钱，因为省钱根本守不住我们的财富，唯独保险才能守住我们的财富。你不需要相信我，你只需要相信全球最富的那些人，他们都会很聪明的去做一件事，就是买保险。为什么？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们做生意和投资最怕的就是意外，因为会让我们一无所有。但烂船也有三斤铁，我们怎么差都比普通人过得好。但如果你连三斤铁也没有的话，你更有可能变成负资产，而且是一瞬间的事情。你的下几代不但得不到你的财富，还有可能需要替你还债。这就是守住我们财富的重要性。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先澄清，我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保险人或者机构的钱，这部影片没有任何的业配。为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因为它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了。而在互联网上，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说的也只是真心话，我只是在一个商人和投资人的角度，告诉你如何利用保险去守住我们的财富。如果你看到最后，毫不夸张的讲，你会瞬间的开悟觉醒，因为人生真的不允许你开玩笑。那么这些话，如果我不说，可能就没有人说了，因为很吃力不讨好，不但得罪保险公司，又会得罪一些笨蛋，所以聪明的你一定要为我点赞撑腰。而这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你只需要跟其他4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毫不费力的开启小铃铛。首先，怎么买保险是最赚的？不赚钱的保险就是最赚的，因为当你赚钱了，你不是去世了，就是残废了。所以很多人就很讨厌保险，他们心里面是这么想的。首先呢，不觉得自己一定会那么倒霉，过去几十年没有买保险，还不是好好的过来了吗？而且买保险就是要花钱的啊，这钱花的跟投资可不一样，投资是能够赚钱的，保险虽然发生了风险会赔你一大笔钱，但不发生那可就是白花了啊。
再者说了，投保容易理赔难，一旦买了保险就上了套，要交几十年了，还不知道几十年后保险公司还在不在呢？万一保险公司黄了呢？那保单就作废了，我的钱不就是白交了吗？最重要的是，这个卖保险的一些业务员呢就很烦，不停的给你打电话，一见面就不停的给你讲发生风险有多惨啊，好像就在诅咒你一样。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说明你是一个正常人，但也说明了你不懂理财。很多人认为理财就是开源节流，事实上，当你到了一个境界，就是我们根本不会去想怎么节流的，而是不断的去想开源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买个包包、买辆车、买套房子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无数个把这钱赚回来的方法。我们赚钱的速度比花钱快几万倍的时候呢，真的那点小钱我们真的不会去犹豫一下的，这个才叫做生活。你的人生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很多人方向错了，从小就被洗脑说要节俭，这个是美德。但你见过省钱能省出一套别墅出来的吗？不可能啊，因为能买一套别墅的前提呢，就是你的收入本来就要很高啊，而且你住在别墅，你根本不可能省钱，能听懂了吧？钱是越花越有的，所以我们根本不会去想怎么省钱。我们认为真正的理财只思考两件事，第一就是怎么赚钱，第二就是如何守住我们的财富。扫地僧，刚说你不会省钱，现在又说要守住财富，这不是在自打嘴巴吗？其实不然，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你就开悟了。很多人说钱要花在刀刃上，所以不断的省钱 ，OK。当刀刃真的出现的时候呢，你生病了，要开刀做手术了，你要把你辛辛苦苦赚来和省来的所有钱都花在了这个刀刃上面，难道这就叫做守住财富吗？你这省钱省到你瞬间一无所有啊！而如果你的这些钱还不够治你这个病，你还要找人借钱，那你更会瞬间的变成负资产啊！你的下几代都要替你买单啊！那怎么办呢？什么叫做守住财富？其实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干，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那些聪明的富人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你会发现，无论是李嘉诚、比尔盖茨还是马云，这些全球顶级的富豪，他们都说过类似的话。他们认为送给自己和家人最实际的礼物，真正属于他们的财富，其实就是保险。很多人以为高风险才会有高回报，但是真正的生意人、投资人，我们思考的就是能不能低风险高回报，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风险转嫁给别人。很久以前呢，有一家餐饮公司设计了一个快餐的产品，可以把成本压得很低，而且卖的也非常便宜，这样来吸引客户，这样是肯定能赚钱的。为什么？因为你到了一个高级的商业地带、旅游地带，那边的餐厅都是非常贵的。如果你要每天在那边消费，其实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得起的。所以便宜、效率又快的餐厅呢，就会吸引到很多的人。而这家餐厅呢，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他们必须要用长期很低的价格来订购鸡肉。如果这鸡肉供应商大幅度的涨价了，那他们就不能卖这么便宜了。一旦他们也跟着大涨价，那整个主打便宜的市场就毁了。所以他们必须要跟鸡肉的供应商签订一份长期稳定的合同，鸡肉的价格不能忽高忽低的。那么如果你是这个供应商，难得有这么一个长期的大订单，稳定的大客户，你高不高兴啊？但是这大客户要求你不能涨价，这可不是一两年，而是永久的啊！你自己很清楚，你这鸡呢也会因为饲料的价格上升，导致你的成本和利润变低啊。如果你现在签了这个合同，之后你毁约了，你就要赔一大笔钱，那这单你敢不敢接啊？没人敢接，但难道这块大蛋糕就谁都不能吃了吗？这个时候有一个专业的金融人士走了出来，他说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了，就是把这个弄成是一个赌局，让群众和投资人参与这个赌局。比如说现在鸡肉的饲料价格是10块，你是鸡肉的供应商，你最怕饲料的价格会涨，那么你就可以跟我买一张看涨的期货合约。这张合约呢，你要付我1块的对赌费。如果1年后饲料真的涨到15块，他也可以用现在市价，也就是10块来跟我购买饲料。而如果未来的饲料价格跌到5块，
或者不涨不跌，维持在10块的话，我就会没收你这1块的对赌费。简单来说，你就是用1块的价格把饲料上涨的风险转嫁了给我。那为什么我愿意承担你这个风险呢？很简单，因为我看准了这一年饲料的价格不会上涨，甚至会下跌。为什么我会知道？可能是因为我有内幕的消息，知道农作物今年很大几率会丰收，有大量的供应，所以价格肯定会下跌的。如果不下跌，但也不至于会上涨。只要价格不往上涨，我就稳赚你这1块。反正就是这赌场开了，就有人看涨，有人看跌嘛。这个游戏只要有人参与，那么鸡肉的供应商就不怕将来饲料的价格会涨，因为涨的话，期货合约就会赔钱给他。他的鸡肉不需要因为饲料成本提升了而跟着涨价，因为饲料的价格下跌，他也只需要赔1块而已。那就好办了，他就可以签下跟餐饮公司长期的合约了。条件就是这多出来的1块要餐饮公司来付。那么餐饮公司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固定鸡肉长期的价格，所以他也愿意付这个市价多一点点的钱。这个行为呢，就叫做对冲风险。于是这家餐饮公司就在1983年把他的产品面世，叫做麦克鸡块。而这家餐饮公司就是麦当劳。而提出这期货方案的人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公司的创始人达里奥。期货的原理就是让你把风险转给投资人，而保险的原理呢，就是让你把未来的风险都转给了保险公司。每次航运、每个工程，甚至每年的农业收成都有这样那样的风险，所以才会有航运险、建筑工程险、农业巨灾的保险。比尔盖茨就说过，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有哪一种方法比购买保险更能够有效地解决企业的医疗财务问题，因为这样他就不怕下面的人有什么意外而控告他的公司了。告也不怕，因为钱也不是我赔的，保险公司赔罢了，对吧？这格局一定要有啊！我花点小钱，我就可以把经营的风险转嫁给别人，这时候我就可以安心的赚钱了。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凡身肉体的，你又不是神仙，对吧？生病的风险其实就是财富的风险，不怕1万，就只怕万一啊！你上有老下有小的，全家都靠你的时候，你病倒了，出差发生意外了，你这一家老小的怎么交代呢？我不是说你会生什么大病之类的去吓你，只是说我们可以把生命的风险都对冲了。所以保险最赚钱的方法就是不赚钱，因为我们都不想看到意外的发生，但发生了，我们也能够守住财富。那你可能会问，如果我连这点保费都付不了的话怎么办？那就去想办法赚了，这真的不能靠省钱省出来的。我们只做2件事，赚钱和买对保险。所有跟我当初一样一无所有的人仔细听了，没钱一定要去创业。创业不是说你有钱了才去做的，创业并不是富二代的游戏，因为我有钱了，我就会去买房买地收租啊，傻子才会去创业，对吧？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创业，是因为他们错过了创业最佳的年纪。这年龄呢，不是说他们老了就不能创业，肯德基的那个老头也是几十岁才创业的，而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工作了，甚至有家庭了，所以辞职跳出来干的成本太大了。有些人更有车贷和房贷，那就更不可能失去他们现在工作了，所以他们就用命来换钱，用尊严去讨好劳役他们的上司老板，也就造成了现在的社会有钱就可以随便命令人劳役人。那么你想要继续当奴隶不断轮回，还是加入我们享受财富的自由呢？听到这里，你应该要觉醒了。如何零风险的从有正职过渡到成为老板呢？很简单，就是从副业开始去创业。实体生意、股票、基金、比特币、外汇等等，都在经济最差这段时间的崩盘了。唯独我和我的弟子生意反而越赚越多，连赚7位数美金啊！因为我们都在网上做生意。未来10年最赚钱的资产就是你的粉丝。如果 YouTube 有25亿人，每人给你1块美金，你就会瞬间有25亿美金。
而我们的弟子不需要是明星、名人，长得漂亮，甚至不需要有什么兴趣、技能，就可以打造一个24小时自动赚钱的品牌。怎么做到呢？什么都不说了，我把整套方法记录在一个2023全新的培训营里面。这课程定价是$300，但今天不需要300、200、100，甚至10块，只要你有订阅我，你就可以完全免费的参加。而名额只有300位。现在看到影片的你不想错过的话，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啊！这里我说一点普通人未必知道的事情，很多人以为有钱了以后就不需要保险了。当有钱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对最好的医生说，给我用最好的药、最先进的仪器，只要能治好就 OK， 因为我不差钱。对的，医疗费用的支出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钱。但我想要问，如果马斯克今天病了，甚至挂了，你觉得 Tesla 的股价，他旗下所有公司的股价会怎么样？公司最核心的灵魂不在了，难免会吸引到很多做空的机构来推倒他们公司的股价。如果他公司的股价暴跌，首先他自己身价就会缩水，然后就算他挂了，但还要向董事会赔钱的，因为他跟董事会签订了一份对赌的协议，大概就是每年保证股价有多少%的增长。如果他能够做到，就会有分红；如果做不到，甚至股价下跌了，他就要赔钱了。再来就是公司的业绩，虽然说 Tesla 肯定有2把手，但你想一下，带兵打仗的将军都病了、挂了，整个军心会不会动摇呢？如果出现亏损了，这又是一笔钱啊！所以这3笔大支出就会动摇了马斯克，也就是有钱人的根基。这时候省钱有用吗？没有用的，所以他们也会去买保险，去守住他们的财富，而且是中的保险。如果你不能够理解，那你去思考一下，刚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梅西，他的腿出现问题了，难道他会没有钱去治疗吗？但是运动员受伤了，他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那个时候他会损失多少钱呢？所以他一定会替自己的腿买了重的保险。我告诉你，我们创业的时候反而会喜欢冒险，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没有什么可以输的。但当我们越来越有钱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有顾虑，就是以前我投资会100%投进所有的钱进去，现在我会做资产配置，有小部分的钱做风险投资，大部分的钱做稳定的投资。因为我们输不起啊，所以才会如履薄冰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就好像你小时候敢去坐过山车，等到你长大了，很多人就不敢了。所以保险其实也是看你对风险喜爱的程度。有些人是赌徒，他非常喜欢风险，而大部分人有理智的都应该是厌恶风险的。就算我们做生意和投资，在别人看来我们的风险很高，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我们在做什么。当你知道一件事整个逻辑和原理，整个局都是你操盘的时候，其实根本没什么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借钱买地盖房，很多人一听到借这么大的一笔钱就觉得风险很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根本没有风险，因为我们会预售房子，房子还没有盖，我们已经把钱赚回来了。就算我教我的弟子做网络生意，都是靠这逻辑的。你想要学呢，一定要在下面报名我2023的培训营啊！所以说，我们更需要保险去保护自己的财富，尤其是有些保险可以帮我们避税，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所以不是说有钱人就不需要保险，但我同意普通人更需要保险。原因很简单，如果你生大病了，要花光你所有的存款，那你敢不敢治？其实你敢不敢治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财富自由了吗？你平时有没有看我的影片去学习？当你不工作了，你有没有一项资产，比如说房子，每个月的租金收入来养活你们家呢？如果没有，你们家有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出来工作，来支撑你家庭的开销呢？如果又没有，那你的家人吃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想过，你平时就是去省钱存钱来为以后生病做准备。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不去买合适的保险呢？很多人以为买保险需要很多钱，那是因为你被保险的业务员误导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佣金最多的产品都是那些含有储蓄功能的产品，理财的产品，就是你生病了他会赔你钱，等到你白年终老了，你付过的保费
还能够让你的子孙取回来，而且这笔钱还能够增值。很多人都觉得这太划算了，然后每个月有一半的薪水都花在了里面，日子过得像苦行僧一样。其实这个根本就是保险公司后来设计出来的骗局。刚才说了，买保险其实就是散户和保险公司之间以小博大的对赌游戏，让你去对冲风险，而不是让你去赚钱的。而这些储蓄功能的保险呢，表面上可以帮你赚钱，实际上呢，等到你要取钱出来的时候，就是几十年以后，你退休或者你百年归老的时候，那个时候通胀有多夸张，贬值有多厉害，你不知道的话，你只需要对比10年前和现在就知道了。10年前你有一笔钱能够在台北买房，10年后的这笔钱呢，你只能在台北租房了。而这些储蓄功能的保险呢，它可能会捆绑你15年，就是假设你付了2万美金的保费，你15年后要取回来的话，它也只会还你原来的2万美金。假设你第8年就要取出来了，你还要亏钱，可能2万你只能拿1万。所以大部分的保险业务员呢，他们只会告诉你，你几十年后取钱就能够翻1倍。你以为这钱很多，实际上几十年后因为通胀，这钱根本不值钱。当你每个月要拿1半的薪水去供这保险，家里面出了问题了，需要钱去周转了，这钱还不能够拿出来，拿出来要亏钱的。所以你知道这些储蓄的保险在玩什么吗？它就是用一张纸合同来换你每个月的薪水，然后当钱因为贬值变得不值钱的时候，它才还你这些不值钱的钱。换句话讲，它是用未来的购买力来换你现在的购买力。对啊，60年后还你100万美金，你现在只需要付10万美金，这个很吸引，对吧？如果没有通胀，没有贬值，是真的很吸引。但自从美国不断的印钞，全世界钞票都在贬值这大环境下面，所有这些所谓理财的保险，其实只是收个不懂金融的人罢了。所以我才说，能靠保险赚钱的，不是废了，就是这种笨笨的。这些东西呢，你的业务员也不会告诉你的。那究竟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在保险上面才合理呢？很多网红说是年收入的10%，我笑了。难道我赚1个亿就要拿1000万出来买保险吗？我这1000万能赚多少钱啊？所以不能够生搬硬套的。其实很简单，你把每年的保费除以12个月，算出来每个月要交多少钱，然后问自己这笔钱对你的压力大不大，会不会影响你基本生活的质量。普通人千万不要为了买保险每个月省吃俭用的，那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当然财富自由了，根本不需要想这么多。在学校，我们的成绩单反映了我们的表现，而在社会上面，我们银行账户的那串数字就是我们的成绩单。很多人说很现实，其实轮不到你不现实啊。人只有2种需求，一个是繁殖，一个是生存。而无论要达到哪种需求，在当今这时代，金钱就是唯一的途径。而你发现吗？全球第2大交易所已经破产了，无数玩币的人也跟着破产了。几个月前我说比特币会崩盘，大量的人骂我，结果呢？8个月前我说日元股市会崩盘，叫大家做空赚钱，然后大量的人也来骂我，结果呢？2022年平均散户亏损70%以上，专业的投资机构也亏损了20%啊！在座的各位，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疫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短暂的，所以就去抄底，接管了那些顶让的实体生意。而我就叫大家一定要做好线上生意的准备。我说，反正没有成本，为什么你不去试试呢？输了就从头再来嘛，哪怕你重新回去打工。而赢了呢，你就会跟我其他的弟子一样，成为第一批挖金的人。结果呢，很多人还是把房子卖了，拿了这笔钱去做实体的生意。结果疫情越来越严重，他们店铺、员工、食材等等的成本，直接让他们破产了。在座各位，我什么都不说了。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了他看不看到趋势，也决定了他是平还是负。今天我再跟大家做一个预言，认真听啊！接下来将会改变你的命运。未来10年，全世界有一个非常大的商机正在发生，你们一定要把握住。自媒体将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支柱行业，因为自媒体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人类已经慢慢完全活在了互联网里面了。你会发现，无数无名的小孩已经透过自媒体把他玩玩具的过程拍成影片，连赚几个亿美金了。有人在网上唱歌跳舞能赚到钱，有人在网上卖火锅能赚到钱，有人在网上卖衣服能赚到钱，有人在网上真的只是装傻也能够赚到钱。化妆、表演魔术、打球都能够赚到钱，赚钱太简单了。各位，万物皆可做自媒体啊！你缺的只是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用一个系统化的教学来带着你，让你直接去复制他的思维、方法和结果。我的弟子只要建立好自媒体这项资产之后，只要有人点击观看他的影片，他就会有被动的收入。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广告费的收入，其实不然，因为这样只是替 YouTube 打工。我们做的是在互联网上做生意，而 YouTube 只是我们选择的平台，去搭建我们的品牌。而这品牌完全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你可以无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赚到钱完全是属于你的。我们人一天工作最多8个小时，而互联网是7天24小时的帮我们自动的收钱的。也因为如此，我们不是说赚到了财富却没有了自由，我们是把被动收入赚来的钱拿去投资房地产，再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的。你可以发现，疫情这段时间全球经济最差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却反而是发展最快的。但大多数人不能出门做生意，而我们的客户却自动的在互联网上找上我们。你知道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最赚的买卖是什么吗？就是投资你自己的脑袋啊！因为我们的脑袋可以帮我们生出无限的资产啊！如果你不想再靠卖体力、时间去打工赚钱，把赚到的钱都奉献给老板，自己拿那一点的薪水，每个月交房租就没了一半，更不敢花钱，生怕自己出什么意外，家人就没有人养的话，真的，你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你要从今天开始给自己的脑袋树立一个新的训练系统。首先从招式方面，我会给你一个系统模板，就算你不懂 SEO、 网络营销、演算法、设计和演讲等等自媒体所需要的技能，你只需要复制和套用我的系统在你自己的身上就 OK 了。哪怕你将来只开一家 marketing 公司，你都可以用这套系统来赚钱。而最重要的是，我会让你完全把穷人的思维方式全部推倒，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如果你有机会走进商学院，你会发现我的弟子很多都已经是百万富翁以上，甚至是潜在百万富翁。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商圈群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分享赚钱第一手资讯、资源和人脉，大家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彼此的潜意识。如果你不是住在豪宅，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可以让你身边都是富豪的地方。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你可以不需要再看书了，你直接就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去听我不定期更新关于低黄书和销售的财富自由课程。那么好消息是，现在加入还会有前期非常大的优惠，而坏消息是，这个优惠很快要被我们团队取消了，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的更新而不断涨价。所以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加入。好了，记着，有3种保险呢是一定要买的，是不能省的。这些保险不但是保障你的，更多的是保障你的家人。第一，人寿险；第二，重疾险；第三，意外险。基本上无论是富人还是普通人，你买了这3种保险，已经足够你80%的问题了。至于原因怎么买，详细的我已经在之前的影片慢慢的告诉你，你还不知道的话，等一下一定要去看。但是很多人以为买这3种保险要很多钱吗？其实不然啊，我们买保险只需要买消费型的保险。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有一种保险是没有储蓄功能的，就是你付钱以后，这笔钱是拿不回来的。一般的保险业务员呢，也不会向你推荐的，因为保费是非常便宜的，他们的佣金呢就会变得很少，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很吃力不讨好的。如果你主动问他们呢，比如你说你想要买消费型的重疾险，那么这保险的业务员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这辈子都没有患上重疾，那你交的保费就相当于消费完了。但他没有告诉你，这种保险的杠杆是非常大的，你是用一笔小钱去买一份保障，那你出事的时候，你可以拿回来一笔大钱。
这种才是真正的保险，因为这样你才是在跟保险公司玩以小博大游戏，性价比是最高的，一定要买啊！记着，买保险就是一种消费行为，既然享受了保障，那你付出一点保费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你请了一个保镖，不能够因为保镖没有机会帮你挡子弹，就不发薪水给他吧，对吧？而关于年期呢，一般不能够太短，也不能够太长。比如说1年期的终极险，对啊，它的价格相对便宜，但因为每次购买的时候都需要健康告知的，万一哪一年身体状况出现变化了，第2年能不能续保，续保费会归多少，那这就是问题了。但也不要买那种终身的终极险啊，保你终身嘛，那它每年的保费就会很贵。尤其跟随我频道成为投资人的兄弟姐妹，普遍都会利用杠杆借钱买房，那我们就要控制风险，不需要承担如此高的保费。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人还在，钱就没了。而且还是那句话，终极险的保额，也就是你发生意外会额外赔给你的钱呢，会随着时间而贬值的。现在的5万美金看病够用，等到你60岁看病，5万美金就不够了。所以我们肯定要逐步增加保额的。买保险一定要记着，不要过多的去透支年轻时候的一大笔钱，去为了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未来去提前买大单。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要一步到位追求完美，可是未来的诸多变化是根本不可能让你一步到位的，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我们只需要买定期的就好了，一般分10年、20年或者60岁，就是在这段时间保险公司会保障你。那我会建议买20年或者是60岁的，因为等到你老了，孩子长大了，身上的担子就轻了很多了，家里面主要劳动力就不是自己了，就没有必要买保险了。我们买保险的意义呢，是在你拼搏事业、赚钱养家的时候，能够帮你去抵御一些突发的重病，还有飞来横祸的风险，相当于失业的补助金，不让你陷入财务的危险。真的，等你退休了，保险的意义就真的不大了。保险是一种风险转嫁的工具，不是发财的工具，不要有投机的念头啊。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